大半夜，我被一只猫打醒了，我像是做了一场噩梦。刚一睁开眼，就看见我养的流浪猫狂扇我巴掌。你的天，你居然敢预约让我绝育，是我猫猫拳！亏我还想提醒你被渣男绿了，亏我还想在末世里拉扯你一把，想救你命呢，结果你就这么报答我！我的天，我这是睡萌了吗？怎么猫还能开口说话？可是落在身上的猫猫拳如此劲道有力，别打了，把我打得连连求饶。紧接着，猫猫告诉我。黑心闺蜜跟我男朋友搞到了一起，还有1个月后马上到了的末世，那还能怎么办？快点爬起来，囤粮啊！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我的猫现在在殴打我，这也算不了什么，毕竟小猫都是这样嚣张的。但是它为什么会说话？谁家小猫一边打人一边骂人的？此刻我揉了揉眼睛，严重怀疑自己没有睡醒。你的天，你还在睡？你怎么不睡死了去啊？末世马上就要到了，事到临头还睡？你给你抓渣男出轨的证据，你居然给我预约捐育手术，你就是这样报答咪的吗？咪要报答你！一顿狂风骤雨的拳法，给我打得嗷嗷叫。我不得已从睡眠中爬起来，就被大量的信息砸得脑袋懵懵的。丧彪是我在3天前收养的流浪猫，说是收养，其实也不然，是对方强行跳到我的身上，死赖着我不放。那能有什么办法？拿回去养呗。猫是一只大橘猫，平时也没有什么异样，顶多是比其他流浪猫更加肥美强壮一些。哪怕是流浪都能给自己养到15斤重，可见平时也是一方猫老大。这3天，它除了乖乖吃猫粮外，就喜欢扒拉我的平板或者手机玩，这倒也没有什么。我累极了，倒头就睡。谁知道今天突然就被它给打醒了，而且我好像还听见了猫说话声音。猫会说话吗？我不由得疑惑了起来。是猫妖吗？身上的疼痛显示这并不是幻觉。那么，要么现在我精神出了问题，出现了幻听，要么就是对方有问题。什么猫妖？别说的这么难听，我是向着猫线修炼去的。露出了下巴的毛。好在猫有好好的给我解释，猫是一只好猫，就是运气特别差。本来咪是可以修炼成精的，但是却撞上了什么建国后不能成精。以后怕是不能成精喽。现在的时代本来就灵气稀薄，咪不仅没有修炼成人形，还倒退了很多法力，平时的攻击力也就跟一辆小卡车差不多。至于什么呼风唤雨、飞天遁地什么的，却是想都不要想的。前段时间咪感觉心神不宁，就花费了10年的法力给自己占卜了一卦。咪在画面里看到了好多恐怖的人影，到处咬人。丧尸？对，丧尸。在你们人类的话里，这种东西叫做丧尸。我顿时吓了一跳，一个机灵的跳了起来。丧尸这个我只在电影里看过，但即便只是电影里，也能清楚地了解个大概。那玩意儿以人为食，并且传播力极其强大。若是被一群东西围上，那真的是会被分而食之。那怎么办？我是不是要死了？我现在还年轻呢，还有钱没花完，怎么能这个时候就死掉呢？放心，你是我丧彪罩着的人类，我不会让你有事的，只要你肯帮我一个忙。什么忙？以人类的身份购买一套别墅，花猫的钱买很多的猫粮、猫罐头，养我的小弟们、小妹们。是猫肚皮上一团白色的毛吗？那东西不能藏，但是猫居然凭空从毛毛里头拿出来了一个大金锭子。我眼睛瞪得溜圆，被这金子迷得找不着北。怎么还自带空间不说，居然还自带金钱吗？你为什么找上我？是不是因为我上辈子救过你？你来报恩来了？丧彪鄙视地看了我一眼。你不要这么迷信好不好？什么上辈子报恩？你当演白蛇传呢？我看了看猫，又看了看手里的金元宝，整个屋子里最不应该讲迷信、最没有资格讲迷信的生物就是你了吧？你放心，跟着我混有你的好处。要不是我没办法化成人形，我就自己去买个房子买些东西了。但你们人类这些年的规矩是真多呀，根本就不会卖给猫房子，哪怕猫叼着钱去买猫粮，店员也只会抢我的钱，不把猫粮卖给我。可恶至极！提起这个，丧彪就气得牙痒痒。人类社会里的规矩实在是太多了，他们必须要一个叫做身份证的东西。猫没有身份证，而且猫还不能说话。猫一旦说话，他们就跟疯了一样想要抓猫，特别是那些坏人，更是对着猫磕头，想要猫给他们续寿命。猫怎么给他们续寿命？猫自己都自顾不暇呢。现在选择这个人类也并不是偶然。猫需要用人的身份拥有一套房子，护住自己的一群猫小妹、猫小弟们。毕竟是跟着自己混的，总不能让他们被丧尸给吃掉了。猫可是很讲义气的，既然说了要罩着小弟小妹们，
就不能让他们活生生饿死，被猫骄傲丧尸们地挺起了胸欺负膛。。至于为什么不选其他人，而是选择眼前这个人呢？主要还是因为他窝囊，我现在就改。又不是太聪明。您稍等一下。太聪明的人类会骗猫太精了让，它把猫跑了关在笼子里抽猫的血，甚至是虐待猫，或者是抓猫的小弟小妹要挟猫。猫防不胜防，不如找一个心思单纯并且善良的人类。反正养一群猫是养，顺带养一个人也行。猫就这样大发慈悲地原谅了人的无理举动，只是到底还是有些生气。不许给猫绝育，还有跟你那个女朋友分手，她身上有你男朋友臭臭的味道。我茫然指了指自己，我什么时候有女朋友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就是那个黄头发的雌性。那个叫朋友不叫女朋友。人对于猫奇怪的脑回路感到一阵抓狂。不过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末世、丧尸还有不到1个月就要到来了。想到这里，我顿时抓起了外套披在身上，马上就往外窜。都这种时候了，就不要想太多了。我要赶紧囤货，准备安全的住所，度过艰难的末世。先把命苟住，再想办法打脸渣男。师傅，带我去最近的金店，有少部分的金店是24小时营业的，即便是半夜过去，也依然能兑换。我现在要立刻把金子全部卖掉。想法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虽然黄金涨价了很多，我手里的金锭子也全是真金的，在火枪的喷射下融成了液体，可以卖很多的钱，并且小猫的兜兜里还有很多的金钉子以及古董。但是眼前的金店员用疑惑的眼神盯着我。你是真的没有发票吗？售卖金子需要发票开具证明，来证明是合法途径获得的金子，才能在店员这里回收。若是不小心把收据遗失了也行，照样可以回收，只是价格方面会低很多。但那样的话，也必须要求出售者签保证书，确保收到的物品来源合法正规，并且单笔或单日累计超过10万的话，必须要向交易机构说明黄金的来源，如发票或者祖传证明等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会被认定为赃款，直接被拘留都是有可能的。顿时，我感觉一阵头大。丧彪也是，小猫对着我喵喵了几声。奇怪的是，我居然能听懂它说的是什么意思。人类这招我早就试过了，根本没办法兑换，甚至我之前藏的那些古董，人家也不收，反而想直接抢过来，白占我的古董。猫这些年攒了很多的东西，虽然它只是一个200岁的小猫，但是手下到底是有些资产的。只是随着时代的变化，人类的规矩也越来越繁多。他们要求古董必须来源合规合法，提供合法的证明，不允许交易古董。你只能上交，甚至是面临处罚或者行政拘留。猫哪里懂这些？这不是欺负猫吗？还好猫会障眼法，拿着自己的东西逃跑了。所以猫现在虽然手握金山，但是1分钱也花不出去，这就十分的尴尬了。若是它能变成人就好了，能拥有人类的身体，无论怎样都能开一个银行卡号，到时候它的小弟小妹也不至于饿着肚子了。猫垂头丧气地耷拉着脑袋，跟着我一起沮丧地坐上了出租车。难不成真的要寻找那些有钱的坏人吗？可是他们万一虐待猫怎么办？可是如果不寻找人类的帮助，猫小弟小妹们真的会饿死、冻死的。猫并不担心自己的安全，猫的皮毛厚实，并且有200年的法力加成，不至于会被区区丧尸所杀死。但是它的那些小弟小妹们可就不一定了。就在猫垂头丧气，准备委屈自己的时候，出租车突然停了，到站了。这是哪？这是我爸妈家，出租车停在了一座豪华的小区面前，光这门庭，光这装修，看上去就价值不菲。而我则是顺利的带着小猫直接刷了卡进去，显然也是这里的业主之一。怎么回事？你不是穷鬼吗？你不是普通的上班族吗？你怎么能来这里？我扶了扶眼镜，苦笑道：“我确实是穷鬼没错，但是我爸妈不是。这不，我谈了恋爱，他们看不上那个男的，觉得他不是个好东西，不支持我，我就自己打工去了。之前偶然在咖啡厅，我男朋友跟我家长见了面，我父母当然是第一时间表示不赞同。他们是人老成精，能混到这种地位，眼睛自然是毒辣的，看出了我男友的不对劲儿，有股捞男的风骚，本能的排斥拒绝。而我男朋友则是煽风点火，说他们看不起他的出身，说我爸妈觉得他是穷人，看不上他，一个劲儿的给我洗脑，让我以为我父母是真的因为他穷，所以才拒绝我们的。就这样，我出去打工，想要证明我们2个也可以靠自己而活。然后呢，现实狠狠地给了一巴掌。男朋友刚开始还好，后面就疯狂地暗示我，想要我回去服软，继承家业。我起了逗弄他的心思，就直接说我被除名了，以后遗产全部捐献出去。自那以后，他就经常跟我冷战。现在猫还说他出轨了，跟我的闺蜜滚到了一块，我自然是毫不迟疑的就相信了。
为什么这么干脆的相信？还不是因为一切都有迹可循。即便猫妖不出现，估计我们过1、2个月也会因为这件事而疯狂的吵架，然后感情破碎。那我现在自然是回去寻找我爸妈了。大丈夫能屈能伸，不就是啃老吗？那些男的难道不啃吗？在一座豪华带庭院的别墅面前，我用指纹打开了门锁。之前我还是锦衣玉食的小公主，生活的十分美满。但是在公司打工了半年之后，整个人都憔悴了很多。特别是老板辱骂以及加班再加班，还有同事的陷害之后，更是难掩疲惫。下班的时候都是12点了，现在看去已经是到了半夜1点多了。这个时间点还是算了，先睡一觉，明天再跟他们说。丧彪还在震惊，看着我熟门熟路地打开了房门，去到了2楼。打开门一看，120平的公主房，整个房间都是我的，甚至旁边的书房、衣帽间也全都是我的，被布置的精致大气，拱形大落地窗，还能看见外面的亮丽景色。咪的天，你这么有钱，你给咪吃20块1斤的劣质猫粮。小猫震惊，小猫愤怒，小猫一记猫猫拳打在了我的身上。事出有因，你听我解释。我工资也就2300，还经常工作10个小时，甚至是11、2个小时。当时的房租还是我付的，实在是从嘴里挤不出钱来了。不得不佩服我爸妈有先见之明，直接断了我的所有的卡，乃至我的有钱的包包或者名牌衣服，也没办法带走变卖。那个马好男没办法从我身上吸血，所以我们才这么快有了矛盾。当然也是存着磨一磨我的心思。这些日子我过得也挺苦的，吃的都是方便面拼好饭，自己手头里还挤不出几个钱来。哪里有钱舍得给流浪猫买猫粮吃呢？就因为给流浪猫买猫粮，那20多块钱1斤的猫粮就买了几袋，就被我那男朋友骂得狗血淋头。平时没少为这个事儿辱骂我呢。好啦好啦，别生气了，我现在有钱了，我给你买最贵的、特别好的猫粮、猫罐头、猫零食，买一卡车行不行？丧彪的眼睛顿时瞪大了，圆鼓鼓的小猫眼变成了树童的模样。他掰着手指头算一卡车的猫粮、猫罐头是多少，算不出来，根本算不出来。不过好在猫见过卡车，从卡车里卸货的场景也是把他震惊的记忆犹新。不行，我要2卡车。行，2卡车就2卡车，反正我爸妈有钱着呢，花的不是我的钱，我不心疼。超级大孝女如此理所当然的想到，小猫的瞳孔紧缩，显然后悔极了，这是要的少了，当即厚着脸皮伸出了小爪爪。3卡车给我，我还有好多小弟小妹要养，这些都给你。说着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堆东西，我看到那散发着金光的东西，目瞪口呆。他竟然在我房间里堆起了一小块的金山，还有一些古董，更是小心翼翼的被摆放到了角角边上。他到底是存了多少钱呢？这么多的金子，别说3卡车猫粮了，就算买10卡车的猫粮都绰绰有余。猫好，猫是个好人，感动的摸了摸猫的毛，猫下意识就想退后。我可是活了200岁的猫大王，怎么能让人类摸头呢？但是人类出了3卡车的猫粮哎，算了，摸就摸吧。猫伸出了头去，大义凛然的好似要被砍脑袋一样。我顿时被逗笑了。好猫好猫。第2天很快就到来了，我早早的被闹钟吵醒，才早上6点我就爬起来做了一顿丰盛的早餐。7点左右我爸妈就起床了，刚刚洗漱完毕，打开房门就闻见了一股香味儿。往餐桌上一看，竟是摆得满满当当的食物，还有那个熟悉的人在餐桌上忙碌。妙玉，我妈惊讶极了，完全没想到我居然会这个时候回来。你还知道回来？你不是跟你的男朋友在一起吗？不是说要闯出一片事业吗？我爸显然是气极了我的恋爱脑，当即出言讽刺的。但是那余光还落在我身上，皱起了眉头，看着我动作熟练的摆放碗筷以及桌上炒的菜。我作为他们俩的独生女，生来就享受他们所有的财产，无论是存款、房屋还是其他的一切，全部都是我的。这种情况下，我怎么会做饭呢？平时做饭或者做家务，我们都是叫的保洁或者保姆，我更是十指不沾阳春水，哪怕是吃个水果，都有人洗好了、切好，摆在我面前。现在却动作熟练地炒出了5个菜、1个汤，看那颜色以及品相，就知道平时没少下厨。该死的，那小子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居然让我们妙玉拿刀，他不知道那样会很危险吗？之前我确实是不会做饭的，但是自从谈了那个男朋友之后，早饭起不来吃，午饭是在公司吃的拼好饭，晚饭回来就要给他做饭吃。我当然是不愿意的，但是他好说歹说，刚开始表演的把我说感动了，就直接给他下厨做了1次。都说氪金只有0次跟无数次，做饭也是，你一旦下了第1次厨之后，那么以后下不下厨房就不是你说了算。
那家伙把我关在厨房里，做的不好吃就不让我出厨房，把房门一关，非要把我训练成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女人不可。也是我傻，不仅要累死累活的上班赚钱交房租，那点所剩不多的工资也要交给他，还要给他做饭、洗衣服、干家务。一想到这里，我顿时委屈的不行。爸妈，我跟他分手了。我只是声音里带了一些哽咽，我爸妈顿时就心软的不行。乖乖，分手了就好，分手了就好，回来我们养你。看把我闺女都瘦成什么样了。我妈顿时心疼不行，上来就一把握住了我冰凉的手。我爸顿时也差点压不住嘴角的笑意。终于跟那个臭小子分手了，真应该放个鞭炮庆祝一下。不过到底他还是拉不下脸面过来，只是拿出了他的卡放到了餐桌上。看看你穿的都是什么破衣服，这是什么杂牌衣服？加起来能有200块吗？这是20万，拿去买点儿，钱不够再向我要。我扯了扯身上的聚酯纤维衣服，其实加起来也就100块罢了。不过既然能有20万块钱，那我自然是笑呵呵的收了。不过我没有忘记正事，立马正经的开口道：妈，其实我是重生回来的。上辈子我被我男朋友跟小三联手推出去，被丧尸咬死。这辈子，我摸了摸丧彪的毛，闭上了他的嘴，不让他暴露他的猫妖身份，把锅直接扣在了自己身上。如何让父母快速的相信末世爆发，丧尸即将来袭呢？那就把我说的凄惨一点好了。他们在意我，所以能让他们更快的带入进去。至于丧彪的事，暂时还是不要暴露好了，毕竟这件事越少人知道越好。所以我信口拈来，直接拿赵超刷来的视频，什么重生啊、末世啊这些话来哄骗爸妈。不要小看现在的网络，我爸的话是不怎么刷抖音，但是我妈说他偶尔会刷到一些类似的短视频，什么末世爆发呀、惨死啊之类的，平时也就听个乐。我爸在他旁边，当然也听进去了几耳朵，所以很快就理清楚我话中的意思。不仅如此，为了增加一点可信度，我还拍了拍小猫肚子，让它配合我。手里凭空多出了一块大金锭子，放在桌上，一块一块又一块，可把我父母看呆了眼。这金锭和金条体积这么大，即便是魔术也不可能藏起来。这个重量应该是真的。对，我觉醒了空间异能，直接把丧彪的能力拿到我身上来，谎称是我的异能。丧彪挣扎了一下，顿时明白了我的想法。小猫顿时感觉得泪眼汪汪。你是个好人，你是我见过最好的人。丧彪曾经被坏人抓住过，不仅抽他的血，还想把他的肚子剖开，看看里面有没有内丹之类的来研究。这类恐怖的事情发生了好几次之后，猫对人类死了心，防备着人类，生怕有人知道猫的事。现在我能够把这件事往自己身上揽，而不暴露它的异常，如此的讲义气，如此的保护它，可把猫感动得一愣一愣的。等到我告诉我爸妈真相时，他们一个个气得不行。对你，这个垃圾，这个畜生，我要让他付出代价！我爸妈顿时气坏了，因为在我的讲述里，我男朋友他不仅出轨跟小三儿有一腿，还把我推进了丧尸堆里，让我去寻找物资，结果害得我惨死。而在我濒死之际，还是我养的那些流浪猫们来救我，然后跟着我一块儿死掉。我推了推眼镜，多少有一点心虚。不过想到我男朋友那丑恶的嘴脸，我顿时又把腰杆挺直了。虽然我并没有重生，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把我推进丧尸堆里，但是一想到小三儿就住在我隔壁对门，他们可能趁着我睡觉的时候偷偷疯狂，我就恶心的不行。既然你给我戴绿帽，那我扣你个黑锅也不过分吧，礼尚往来罢了。我爸气得青筋暴起，恨不得现在就立刻打那小子一顿。但是我们没有证据，那些都是梦中的事。与其纠缠这么多，还不如尽快囤积物资。两口子只能暂时压下心中的怒火，打电话把工作暂时推了，拿着黄金各自出去。我为什么当初这么理直气壮的就来寻求帮助爸妈？是因为他们拥有把黄金变现的能力。我个人去变卖黄金，只能算是个体商户。但是他们去卖的话，反倒可以借手中的人情迅速分散开来，换成金钱。具体怎样，父母并没有跟我多说，毕竟他们并不希望我了解太多不好的事情。他们有能力合法的把钱弄回来，这就足够。父母出去忙了，我则是拿着爸妈的银行卡，开车去了农贸批发市场。民以食为天，不吃肉不行。我直接去了批发市场，这里有很多处理好的肉，不是按斤来算，而是按头，一头一头的牛羊猪。我刚刚已经打电话在附近的仓库租借一个仓库，用来置办东西，所以我直接订购了500头猪、500头牛、500头羊，都已经是宰杀好的，让他们装上车。光是500头猪的重量就有60吨重，他们装车就需要装半天，13米的半挂货车都需要2辆才能装好。更何况我除了买猪肉之外，还买了牛肉、羊肉，这就是好几辆货车浩浩荡荡地往我租的仓库而去。除了这些鸡鸭鹅、小型家畜的肉，我也是买了5卡车让他们往仓库拉去。
这里没有那么多的货物，他们需要去总部调货。我挥了挥手，表示知道了，签了合同，先付了定金，让他们忙活着把货送到我指定的仓库去。我没空监督他们干活，索性就留了一个手机号，就转头去了其他地方买东西了。水果、蔬菜这些也都需要买大量的用来储存，毕竟末世之后丧尸横行，无法出门，若不能及时补充营养，会让身体迅速垮掉。仗着有丧标的空间，我又买了10卡车的水果蔬菜，然后想了想，又买了1卡车的日用品。这些包含了洗漱用品、清洁用品，以及男女服饰、衣服、鞋子以及卫生巾等，能想到的我都买了些。零食什么的，我则是在网上买了一大批，毕竟实体店的零食实在是太贵了，哪怕只是搬空一个小一些的零食店，装不满1辆面包车的零食就能花30-40万，这种我可买不起，不如直接去网店买，这样更加便宜，而且分量更多。想了想，我又买了一些调味料、油盐酱醋、锅子、铲子、洗洁精，这些东西也都要买来。这样想的话，那燃气也需要购买煤气罐，这些东西我也需要买很多。毕竟末世之后已经断电了，没有电力，直接没有了火。很多人被迫生啃食物，或者是钻木取火，或者是打火机生柴火。我可不想生柴火，那就买一些煤气罐吧。对，如果能不断电的话，会最好。我直接又冲到了专门的店里，买了一些发电机以及蓄电池。太阳能发电机买了10台，再买了5台风力发电机，又买了3台人力发电机。人力发电机作为辅助，主要的作用还是为了增加一点运动量，毕竟我们在房子里实在倒腾不开，倒不如运动的同时增加一点电，也算是2全其美了。不仅是这些，我又去饭店订了500桌的洗面，让工作人员把它们装成盒，直接给我送到我的仓库里。有的时候不想做饭了，不如直接吃现成的好了。反正丧标的空间可以直接定格，无论是在房间里放了1年还是10几年，拿出来的时候都是热气腾腾的，如同刚放进去一样。如此倒是省了我很多事。这样想着，我又去小吃店订购了不少的小吃，让他们炒个几百份的给我送到仓库去。还有一些冻货、半成品，比如半成品蛋挞、半成品蛋挞液、半成品的鸡柳、鸡架、鸡锁骨、红薯丸、紫薯丸，这些也都可以直接买来冻在冰箱里。到时候想吃的话，空气炸锅炸半个小时，就跟买的差不多。就这么一通买之下，我租的仓库就快要被塞满了。我当然是抱着丧标不停蹄的去了仓库。我租的仓库很大，放了好多车的东西，光看着就足够我们一家3口吃一辈子了。这次我是开了一辆卡车过来，卡车当然不是我的，是租借来的。为的是什么？丧标只是为了打掩护罢了。小猫骄傲的昂首挺胸，直接喵了一声，小爪爪趴在地上，突然升起一股浓重的烟雾，烟雾弥漫，直接笼罩了整座仓库。而在接触监控的刹那，监控突然的失灵，变成了雪花屏，无法再显示监控内的画面。丧标四下检查了一下，确定没有人类奇奇怪怪的眼睛了，这才把东西全部塞进了自己的空间里面，仓库顿时就清空了。不过在丧标喵喵叫了几声之后，仓库顿时又出现了许多的货物虚影，类似海市蜃楼。哇塞，喵喵大王好厉害！我马不停蹄地放上了马屁，真情实意地夸赞喵喵大王。丧标自然是昂着头，十分的骄傲，但是他嘴上却不这么说。不过是雕虫小技，没什么厉害的。作为一只活了200年的猫猫大王，他自然是会一些保命的技能的，比如说障眼法，可以迷惑人类的眼睛，让他们以为东西还在仓库里。猫十分的满意，猫十分的开心，看向我的眼神都不由得慈爱了很多。我买了那么多的肉，我们一家3口即便吃个100年也吃不完。我买的大量的鸡、鸭、鹅这些小型肉禽类暂且不算的话，光是买的那些500头猪、500头牛、500头羊，以3个人类来算的话，根本吃不完。3个人一生的肉量总消耗，就算你每人每天吃掉100克的肉来计算的话，活个75年也就消耗掉8.2吨。而那些东西的总和，按照最低值来算的话，比如说一头瘦猪有80千克，一头牛有250千克，一头羊有20千克，这样计算，我买的那些肉也有175吨。这个数字也只会大，绝不可能小。175吨除以8.2吨，几乎是21倍还要多一点。这么多肉，累死我们也吃不完，更何况还有5卡车的鸡鸭鹅肉呢。所以多余的肉自然是给你的小弟小妹们准备的了。猫大王心满意足，猫大王感动至极，猫大王几乎热泪盈眶。猫没上过学，猫没什么文凭，猫即便有金子了，它也花不出去。所以他说的那一众小弟小妹们，个个过得颠沛流离，都是普通的野猫。虽然比野猫好过一点，但是忍饥挨饿受冻，这也是在所难免的。每当有小猫出生，就代表着有一些小猫会夭折而死。它们能吃到剩饭，扒拉出人类不要的炒面炒粉，就已经是顶好的了。平时睡觉的地方，也是随便找个角落一窝，哪里有天天吃肉的？所以我现在买了这么多的肉，猫大王感觉走路都轻飘飘的，仿佛是做梦一样。别急着感动哦，我还有猫粮没卖呢。人类的食物好买，但是猫粮的话，那真是让我头疼至极。在网上疯狂的搜攻略，猫粮的坑实在是太多了，
有的是用的毒猫粮，有的是用止咳加什么，有糊弄弄的，给我说的心慌慌。每次挑猫粮都心里叮当响的，又要比对呀，又要看视频，又要搜红黑榜，还要看有没有黑料，有没有吃死过猫。所以一番比对，下面足足浪费了好几天的功夫，直到现在才算下决心购买了某个知名品牌的猫粮。昨天晚上我跟他们负责人打电话了，明天的话应该就到了。我并不是要买1、2袋的猫粮，而是要买大量的。那么我就不去小的地方买了，他们又没有货，而且零售的又贵，不如去加工厂那里直接订单。因为买的量大，所以他们给的优惠更多是直销。所以我这边下单，他那边应该还在配货，等到了明天才会把货给送过来。而且这次不是3卡车，是10卡车。不得不说，我爸妈是真给力呀。他们老两口不仅攒了很多的积蓄，甚至才这么短短几天下去，就已经变现了不少。部分的黄金足够我把定金给交了，至于尾款什么的，就等黄金完全出售之后再结吧。人好，咪的天，咪爱死你了，你愿意跟你过一辈子。这就是被富婆包养的魅力吗？丧彪感觉被腐蚀的快要成为小猫咪了，一个劲儿的蹭我，完全不要了他老大的脸面。这种感觉实在是太棒了。对啊，这种感觉实在是太棒了。不仅是丧彪在开心，我也在开心。丧彪给的钱真多呀，那些黄金光是1克就有多少钱？更何况丧彪给了我一座黄金山。不仅如此，还有几个值钱的古董呢。光是那几个古董就完全值了我刚刚买的所有物资的钱。人好，猫好，我们相互真心的夸赞对方。好了好了，我们去家里看施工吧。因为有空间的存在，我们家里不需要储存大量的物资，物资存在空间里，所以我们不需要去额外租房，不需要把东西堆积到房子里。这样想的话，还不如住在自己家里呢。我们家是高档小区，不仅环境好，有好的安保人员，以及防盗设施全部都做得一流，非业主不得入内，所以内部安静，且绿化设施非常的好，人员稀少，并且每家每户都有各自的院子，还有尖锐的围墙。本来我们是想去农村租房的，但是想了想，穷山恶水出刁民，如果我们去额外租房的话，还要去装修，动静一大就会引得别人侧目，想要抢劫我们家的房子。农村人有多团结，这是不用说的。到时候抢劫我们的这个外乡人，谁来给我们评理？山里与世隔绝，哪有那么多规矩？若是把我们炖了怎么办？猫猫大王拍着胸口保证，有我在，他们伤不了你们。但是我们还是拒绝了他的好意，直接在自己的房子里装修上了防盗窗、防盗网，以及各种防盗设施，还有电网。我们这里还行，人少，还没有好事的邻居。即便是请了一些装修队，也没有引起多大的注目，只是觉得有钱人钱都烧得慌罢了。所以我们花了很多的钱，请了最好最快的装修团队，为我们房子加固再加固，把玻璃全部替换成了超级坚硬，即便拿锤子砸也砸不开的材质。防盗门、防盗窗更是选用了特殊的材料，人类根本破不开，并且我们把所有能想到的地方都加固了。我妈又觉得不放心，又在网上买了一些电锯、锤子、斧子、弓弩、弓箭这些之类的，以备不时之需，万一用得到呢？反正左右不过花2个钱罢了，加起来还没有1块金子贵呢。反正是花的是猫的钱，我爸妈并不心疼，流水一样就往外花。至于我的话，则是又订了几个仓库，用来掩人耳目，让他们把我订的猫粮、猫砂、猫罐头、猫窝这些东西送到我指定的新订的仓库里面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的电话响了，一看居然是那个小三儿。哇塞，你女朋友给你打电话？都说了不是女朋友，只是朋友而已。差不多，差不多。你们人类的规矩真多。我接听了电话，一打开就听见了对方那软软糯糯的声音。妙玉，你这几天去哪里了？不会是真像别人说的出去勾3搭4了吧？好几天都没回家，你不知道哥哥会有多焦急。你现在在哪里鬼混呀？快点回来吧。这小三儿不开口还好，一开口就把我扣上了鬼混的帽子。哟，皇帝不急太监急，你倒是急上了。我开口就是讽刺，到这个时候了，我没必要跟他们装腔作势，一开口就把那小三怼得哑口无言，直接抹了眼泪，对旁边大声的喊哥哥。你别太过分，你出去这么多天不回我消息，现在还对苏苏这样，你到底有没有女人样啊？是我的男朋友，不是前男友，他居然一直站在那个小三旁边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已经滚上去了，我就说当初起夜醒了的时候，发现你不在身边，我还纳闷呢，你这个时候怎么出去了？然后一打电话没几分钟就回来了，原来是去了隔壁。亏我当初还真的信了他那套说辞。他说他半夜睡不着，出去抽根烟，不想熏到我，所以去了楼道外面抽。可把我感动得不要不要的。结果呢，原来不是去楼道里抽烟了，而是去隔壁对门那里疯狂砰砰砰了。可笑，我居然被蒙在鼓里，甚至还觉得对方非常温柔体贴，在意我的感受呢。你怎么知道？
对方刚说完这句话就被捂住了嘴，显然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。妙玉，你别多想，我当时真的是睡不着，刚巧跟他说了会儿话而已，没有做什么事。真的，我们清清白白的。人，你别信他的，你当初丢了的金镯子就在你朋友家里呢。好家伙，居然还有这回事！我说我当初怎么把金镯子给丢了呢？居然是被这个男的偷走了，给这个小三儿戴。反过头，他还责怪我丢三落四的，害得我自责了好久。好啊，你真是恶心至极，把我的镯子给这个女人戴，你去死吧！你这个垃圾皮眼子葵花男，我们分手。我早就想分手了，但是这些天一直实在是太忙了，把这个人渣给落到了角落里，没有想起来。现在正好他打来的电话，一并分手算了。男的已经没办法再辩解了，只是一个劲儿的哀求。别分手，别分手，我只是一时糊涂，再给我个机会吧。我现在就跟他断了个干净。你现在是在你爸妈家里吗？我现在去找你，好不好？前男友并不是多么在意我，并不是真的舍不得我。我现在才反应过来，他现在愿意放下身段来求我，是因为他知道我现在在爸妈家里，跟我爸妈和好了，也就意味着我可以拥有很多的钱财了，那他就可以捞更多的钱。所以捞男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，反而过来低声下气的恳求我了。对此，我只回复了呵呵2个字，然后就挂断了电话，把他的所有联系方式全部拉黑，删除一条龙。这种人渣不值得我付出太多的心血，就把他当成一个屁放了算了。反正在末世里，以他们俩的性格，肯定会饿得吱哇乱叫。毕竟我那前男友就是这样的人，我不在的时候他就点外卖，我在的时候就一个劲儿勒令我给他做饭。我现在不在了，那他就不会再往家里囤粮，自己来亲力亲为做饭。末日之后，他们会因为食物的短缺而陷入困境。虽然我并没有死过，但是我也足以想到会发生什么事。真好，丧彪，还好有你救我。以我对我前男友的了解，他绝对会跟那个小三合起伙来把我赶出去，让我寻找物资。那个时候，丧尸的出现真的会有可能害死我，所以我编的那些重生之类的鬼话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事。而现在不一样了，因为丧彪的出现，他让我提前知道了末世会降临，我可以回到父母这里，不仅与父母团聚，不用面临那些可怕的丧尸，还能囤积大量的物资，选择宅在家里，安全的活过末世。各取所得，各取所得。猫猫为难的挠了挠头，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了。毕竟他当初就是打着相互利用的目的来寻找我的。现在双赢结局，自然是双方都十分开心。接下来把你那些小弟小妹们全部叫过来吧，不知道我的别墅能不能住得下？包在我身上，肯定能放下的。丧彪的小弟小妹加起来有132只猫，放在屋子里养实在是放不下来，他们会拆家的。不过还好我的别墅有个院子，他们可以在院子里撒野，只要不要出去，院子里不要被丧尸抓到，就是安然无恙的。这也是我选择在这里安家的原因，而不是选择去偏僻的地方。我害怕其他人会抓了我的猫来吃，到时候惹怒了咪咪大王，咪咪大王再卷着我的物资走了怎么办？所以我把我的家给重新加固了一下。我们的别墅很大，因为是高档别墅，当初买这个就花了非常多的钱，院子容纳下200只猫还是可以的。对了，顺带让他们再建个猫窝吧，就像是某个视频博主一样，建几个猫房子。我刷到过视频，某个博主他就是热衷于给流浪猫建窝的，那种窝跟人房子有一些相似，非常的大，可以容纳很多猫猫居住。不仅给他们建造了超大型猫窝，还有超大型的食堂。对，就在这里给他们建一个猫猫食堂。我指着院子跟施工队说，刚开始施工队不理解我的意思，只以为在地上放个猫碗就够。但后来我灵光一闪，直接找来了那个博主的视频给他们讲。这下子不仅有具体的样子，甚至连步骤都给了他们，还有材料也都写得清清楚楚。他们完全可以照着样子建，这样倒是省了很多的事。我立马给他们加钱，有了金钱的诱惑，他们自然是干活又快又好的。加上那么多的人，没过1天就给我建了一个猫猫食堂。猫猫食堂比我还要高一点，共有2层。下面的空地是不放饭的，只是把平台抬高了些，防止下雨的时候把下面的平台给淋湿了。而在2层则是非常宽裕的，可以容纳猫吃饭的空台子。装修师傅们还贴心的在旁边搭建了一个猫猫步梯，让小猫们抓着木头做的板子，就可以直接上猫猫食堂上吃饭去。至于食堂本身，则是采用了类似于猪食槽的半圆形拱槽，往里面可以倒入大量的猫粮，一排排的猫猫可以同时进餐，也不用担心打架。上面则是搭建了一个3角形的遮雨屋顶，用来给小猫遮风避雨的。还有这里打造个猫窝吧。不行，不够，这里也要再打造个猫窝。师傅，你看这里要不要做成个猫厕所？冬天的话，猫需要取暖吧？这里的话，可不可以加入一些取暖的设施？还有这里，他们饮水的话，在这里应该挺方便的。我兴致勃勃地指挥来指挥去，在不考虑钱的情况下去建造这些小猫房子，感觉还怪兴奋的，就像是玩游戏一样。丧彪则是被感动的喵喵直叫，完全被我的霸气给俘虏了。原来跟着富婆真的能吃上软饭，住上豪宅啊！
猫幸福地留下了小珍珠，思考了一下，十分坚定地吐出了一个小圆球。小圆球飘在半空，在其他人都没有看到的情况下，直接没入了我的身子。啊！突然之间感觉身子暖暖的，但又好像是错觉。我回头看去丧彪，只见他乖乖地坐在那里，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一样。猫没有说，那是猫的内丹，借给人类使用的话，虽然会让猫损失30年修为，但是人的话可以身强体壮，力气增大几倍不止，对身体也是极好的。可能这就是猫的报恩吧？怎么回事？我突然瞎了吗？我揉了揉眼睛，虽然戴了眼镜，但是依然看不清，眼前的事物非常的朦胧。我本来就高度近视，戴着厚厚的近视眼镜，都已经到了600多度了，若再往上涨的话，那就真的要哭了。就在我心情惶恐、害怕、紧张不安的时候，我突然睁开了眼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我左看看右看看，视力清晰到连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。往常模糊的世界突然变得如此的清晰，我甚至可以看到远处树叶上的一只小虫子。我看看手里摘掉的眼镜，然后再看看远处树叶上的虫子，再看看眼镜，再看看小虫子，嗷的一声，差点跳起来。我这是痊愈了吗？天知道近视这种东西有多么痛苦不堪。若是轻度近视还好，看东西顶多看得虚化一样，什么都看到，朦朦胧胧看不清。若是重度近视的话，那就必须要佩戴眼镜。若是失去眼镜的话，甚至连手机都玩得非常的痛苦，不趴在上面根本都看不清。并且到了这种程度的话，你要是不戴眼镜的话，甚至连别人说什么都感觉非常的模糊。虽然非常的离谱，但是听觉与视觉似乎真的有些许联系。为此，我最深层的噩梦不是遇见鬼、遇见丧尸、遇见稀奇古怪的杀人狂，而是害怕自己眼睛看不见。而现在这个问题迎刃而解，我居然真的看见了，眼睛没有半点的视力受损，反而清晰的如同鹰眼一样，比5.0的视力还要敏锐。再也不需要戴那厚厚的黑框眼镜，不需要。有时候被黑框眼镜压得鼻子疼痛，甚至眼压太大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，眼睛非常的疼痛。这些痛苦全部都可以一股脑抛之脑后，完全不用再顾虑这些。我顿时看向了丧彪，我的直觉告诉我，这种非科学的方式肯定是丧彪的功劳。丧彪的一生深藏功与名。人的天，人可以看见了，人不再近视了，你也太好了吧！我激动极了，直接上去抱住小猫，死死地把它抱入怀里，激动到许久，心情都无法平复。谁会不渴望拥有一副健康的好身体呢？特别是曾经失去过的东西，再次获得时就会格外的感动以及珍惜。我开心极了，一天下来心都止不住的砰砰乱跳，嘴角根本压都压不下去。当天就直接把我那厚厚的眼镜直接扔到了垃圾桶里，再也用不上它。包括我父母也是惊奇不已，十分开心的围着我团团转。他们并不知道丧彪是猫妖，都是他的功劳，只以为我突然身体变异觉醒了，空间异能带来的好处罢了。我们做了一顿大餐，特别是丧彪，我给他准备了好大的一块牛排，并且当天就开了数百个罐罐，并做了好大的一盆猫饭迎接他的手下。丧彪走了，他去寻找自己的小弟小妹们去了，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的。没多一会儿，我们的院子里就来了各式各样的猫，都是常见的田园猫，有狸花猫，有奶牛猫、白猫以及黑猫，甚至还有一些小猫被猫妈妈叼着到了这里。母猫很是警惕，它们都会有藏崽的本能，所以丧彪找它们花费了一些时间。叼着最后一只小猫崽到达的时候，已经是黄昏了。猫猫食堂早已开饭，所有的小猫都吃得天昏地暗，不知天地为何物了。一只黑白猫疯狂地招呼丧彪过来吃饭，它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饭，有肉有蛋，还有各种各样说不出来的香香的东西。它流浪了这么多年，还是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，所以特意给老大留了一些，没让其他的猫来抢。虽然期间它馋得口水哗啦啦的流淌，但还是为老大留了一些。我只能听懂丧彪在说什么，而听不懂普通小猫在说什么，所以没有注意到它的动作。只是丧彪来了之后，给它放上了满满的一大盆的猫饭。平常这个时候，丧彪应该会蹭着我，用非常傲娇的姿态让我抚摸下它的毛发。但现在的话，面对我伸来的手，它反将身一扭，直接躲开了我的手，然后跳上猫猫平台的最高处。然后随着它慷慨激昂的一顿喵喵喵之声后，所有的小猫都围了过来，也不再吃饭，不再玩闹了，聚集到一起，听着猫老大发号施令。他们喵了半天，我也听不懂，但我能听懂丧彪的话。丧彪让他们不要捣乱，听从人类的话，不要跑出去，外面随时会爆发恐怖的吃人怪物，让他们不要添乱。诸如此类的发言，小猫们竖着耳朵非常乖，顺从的听从老大的安排。哇塞，真有老大风范，不愧是掌管了100多名小猫的猫老大，所有小猫都乖得不得了。我爸跟我妈看得新奇不已，甚至还问我这是不是我的异能。我笑着否认，想了一下，反正我都告诉他们我有空间异能了，那不如再告诉他们我的猫也觉醒异能算了。因为有我的案例在前，所以他们也坦然地接受了这一现实。面对加入的100多只猫，不仅没有排斥，还给他们多添了一些猫饭。谢谢你们上辈子保护了我的女儿。我撒谎说是上辈子有小猫保护，让我免受丧尸撕扯，所以这辈子才会要保护他们，想要花多余的钱给他们安家。我爸妈信了，因为这层关系而对他们格外的好，格外的宽容。
接下来呢？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？事情不是都办妥了吗？接下来只需要度过末世就好了。我不是说这个，我是说他们需要绝育吗？你的天，你怎么还揪着绝育这件事不放啊？丧彪都快炸毛了，他被收留了3天之后，这个女人就预约了医生，想要把他给绝了。现在这个绝育狂魔居然还把视线瞄向了他的小弟小妹们，这是要把他们一块打包送走吗？你好歹也是200多岁的文化喵了，即便没上过学，也应该知道他们有多么痛苦吧？绝育这件事不好说，要站在生物的角度上来说，绝育是一件好事。毕竟除了人类外，绝大部分动物都没有快感，它们的交配只是为了繁衍而已，对于自身的伤害非常的大，而且并不是出于自身的本意，而是身体内分泌的激素所导致。它们甚至会做出对身体有害的行为。发情期间不仅暴受很多激，而且还会不受自身控制的捣乱、撒尿、殴打，甚至是丧命。自身寿命会缩短不说，而且容易诱发生殖类疾病，特别是母猫，若什么没有配上子宫囊肿不说，甚至有可能会癌变，若是配上了，那就更惨了。若是有主人的母猫，还算勉强可以有人照顾，若是没有主人的母猫，它们自身都吃不饱饭呢。这个时候再孕育新的生命，它们哪里来的食物供给呢？这样相当于是熬自身的生命来生育罢了。即便是再无知的人都知道，孕期肯定要吃好的来补充损失的营养，并且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，不吃点好的身体根本跟不上。而它们流浪猫真的是没有那些好吃的东西，吃不饱穿不暖，大部分的小猫都会夭折死掉。流浪猫的生命更是只有那么2-3年罢了，自然老死的屈指可数，少得难以置信。丧彪当然知道绝育的好处，虽然这非常的违反生育癌的思想，但是确实有很多的母猫在他面前因为生孩子而死掉的，包括有很多的公猫也是在发情期而做出了不理智的行为，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而死掉。若是绝育的话，它们的死亡率绝对可以降低很多，也不会有那么多可怜的小猫出生。可是我们现在不是有很多的吃的吗？它们不会饿死了？小猫还想再争取一下，我却打断了它。那若是一直有充足的食物呢？100只猫会不会变成1000只猫？1000只猫会变成1万只猫？等到了1万只猫，你是否能养得起呢？我囤积的猫粮非常的多，养几百只猫都绰绰有余。但是若它们一直不节制的生育、再生育，那猫的数量翻倍，我就真的养不起了。还不如趁着现代社会还没有崩塌，请绝育医生把它们给绝了呢。丧彪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我觉得这件事吧，不在你，不在我，而是在于他们自己。绝育是好是坏，我们争论半天也争论不出个所以然。不如问问他们愿不愿意不再生育孩子，不再为此而生病或者死亡。绝育到底是好是坏，这件事千人千面，有的说好，有的说不好。若是强行拉着他们去学的话，说不定还会记恨于我。不如提前就打好商量，反正有丧彪，他可以说话跟小猫们沟通。更何况你们成精之后不是可以修复受损的身体吗？我看小说里都这样写，既然成精了之后可以修复身体的话，那何必纠结那么多呢？若是不能成精的话，你们会被本能冲动所控制，并非出于个人意愿而生育的孩子产生的痛苦与生育损伤，那么是否划算呢？我说完这句话，也不管丧彪怎么回复的，就直接回屋睡觉去了。果然大半夜的就传来激烈的猫叫声，有的十分亢奋，有的则是顺从的同意，有的还不明所以，就这么折腾了大半夜，直到早上我数了数在院子里的猫，顿时从132个锐减到了100整。都在这儿了。出乎我的意料的是，只走了32个，其中30个都是公猫。他们是走了吗？其实留他们吃饭也行，反正又不多，即便是生了，只要别超过1000个，都是养得起的。若实在养不起了，你再出去给他们狩猎不就好了？不用，就这样定了吧。丧彪毕竟活了200年，不是只长岁数不长脑子的。虽然他的脑子并不大，但是也会思考。动物们的发情期实在太过离谱，这种发情期会诱导他们出去，一出去之后，他们就有可能再也不回来。所以这些年，他因为这件事儿死了很多很多的小弟小妹们。其实事情并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复杂，他的小弟小妹们脑子并不好使，只是普通的小猫咪而已，并没有人类那些刻入本能里的繁殖规矩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。反正小猫又不会给他们养老，拿蛋蛋换些吃的也是可行的。他们的智商很低，拿食物诱惑一下，基本上就顺从了。只有几个硬刺头们十分的捍卫自己的蛋蛋，直接半夜出走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我是一个十分仁慈的人，若是他们在外面混不下来了，也可以照样回来，我会给他们留饭的。比我预想中的要顺利很多。我很快就预约了宠物医生，给他们做最好的全麻手术，让他们在无痛中失去蛋蛋。看着伸着舌头翻白眼的小弟小妹们，丧彪多少有点不忍直视。不过很快，随着我摆出了一盘盘的猫饭出来，那香味迷的小猫们不住的吃饭，立刻就忘了自己失去了什么。就这么随着一天天的过去，小猫们从瘦骨嶙峋变得一身的肥膘，很快就到了末世降临的日子。那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白天罢了。早上8点，
有人陆陆续续的起床，上班的上班，上学的上学，而我们一家3口都是在家里，并没有出门，而是盯着外面的监控，足足看了半个小时。我顿时有些尴尬。你是不是占卜错了？挠了挠小猫的下巴，末世没来，我可不退你金子哦。丧彪耳朵动了动，把尾巴搭在了我的手机上，尾巴这一下直接点在了某视频软件。那是一个繁华街道，一个身体僵硬、脸色惨白的中年男人在马路边身体晃荡了一下，然后扑向了一个路边的博主。路边的博主疯狂的尖叫，鲜血淋漓，爆洒了镜头身上。看那伤口，似乎一块肉都被咬了下来，弹幕里顿时一片惊呼。而没过多久，那博主就摇摇晃晃地重新站了起来，扑向了另外的人。不过那个时候，摄像头已经倒在了地上，并没有播出另外一个被咬的人的视频，而是放出了很多凌乱的、胡乱奔跑的脚，以及洒在地上的血迹。有车子撞了上去，接连发生了很多起的碰撞，甚至因为碰撞而发生了爆炸以及火星子蔓延。我还没有刷完呢，视频突然被404了，完全消失，看样子是被和谐掉了。我往后又刷了刷，刚开始还都是正常的猫猫狗狗或者搞笑段子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那些恐怖的视频居然越来越多。丧尸爆发了！我妈惊恐地指着监控里大喊：“真的来了！”监控里闯入了一道摇摇晃晃的影子，丧尸已然蔓延到这里了。我啪的一声关上了监控，多少有些不太适应，毕竟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血腥的画面，有人死在了我的眼前，并且那恐怖的怪物还想再次扑咬活人，这对我的心理实在挑战太过了。没有又吐出来，已经非常的不错了。爸妈也是脸色惨白，不太适应这样的场景。为了转移注意力，我从手边随意抓了一只白猫塞给了我爸，又抓了一只黑猫塞给了我妈。我则是搂着丧彪想要摸它的毛，但是丧彪或许想要维持大哥的姿态，避开了我的手，直接叼了一只黑白猫塞入我的怀里，让我随便撸它。长毛猫肥嘟嘟的，也是十分的可爱，并且比起丧彪来更会卖萌，喵喵喵的，嗲嗲的叫个没完，把我紧张的心情舒缓了很多。爸妈也是在猫上缓解了很多的情绪，不过他们的眼睛还是时不时瞄向了门外，时刻担心着有丧尸破门入。这种担心完全不必要，我们的防护措施已经做到了最好，并且还囤了那么多的物资，而且还有丧彪猫猫坐镇，甚至说我的力气都变大了那么多，抡起板砖都能砸死5个大汉，安全感直接拉到了最足。爸妈，你们看看这个吧，转移火力的最好解决方式就是把火力转接到别人的身上。我把我的手机送到了他们面前，打开的正是监控视频，那是我在出租屋里装的监控，本来是为了养猫而买的新装上的，没想到现在居然派上了用场。果不其然，我那个前男友马不停蹄地把小三接到了他租住的房子里去，两人搂搂抱抱的，好不腻歪。这个畜生玩意儿！我就知道他不是个好东西，跟其他的女人一口一个老公老婆的叫着，这应该叫他被丧尸吃了才好。我爸妈愤愤不平地指点着监控里那对搂搂抱抱的狗男女。老公，我好怕。那小三儿依偎在我前男友怀里，没事，害怕的瑟瑟发抖。有我在，我会保护你。我的前男友直接大手一揽，把三抱入了怀里。丧尸刚刚爆发，他们还不知道以后会面临什么事呢，居然还有时间温存。丧尸好可怕，还好有哥哥在。只是不知道姐姐怎么样了，是不是在别墅里？小三这个时候了还不忘煽风点火，他也知道我家里很有钱，也正因为知道我家里有钱，所以他跟前男友倒是腻腻歪歪的，就是不敢正面挑明了关系，生怕我这个凤凰一下子飞走了，没办法让他们两个逮住吸血了。这个傻人溜的倒是快，不就是出轨吗？又不是别人，你们两个不是挺好的朋友吗？他就不能忍让一下？二女侍一夫怎么了？到时候把我们接去他的别墅里。我的前男友愤愤不平，他显然惦记我家别墅很久了，他惦记我的钱，惦记我的房子，惦记我的车，还惦记我家的资产，想要吃绝户。他在心里已经把我所有的资产划分为他的东西了，所以现在我不告而别，直接跟他说分手。消失之后，他就经常来我家小区堵我，只是我家小区的保安不让外人进入，所以他甚至都没法来我家门口蹲我。屡次蹲点失败之后，心里就起了恼火，那明明是他的房子，若是现在没有分手的话，他们三个一起住进那房子里，岂不是更好？也不用现在这样战战兢兢地面对丧尸了，这自然就引得我爸妈破口大骂，迅速转移了他们对于丧尸的恐惧。刚把刚刚的阴影范围给打得烟消云散，反而只剩下了愤怒。就这样，我们吃吃喝喝过去了1个月，期间里也就撸撸猫，看看手机里已经离线下载好的电影，或者是运动一下，想想今天吃什么饭。日子虽然无聊，但也过得十分充实。就是看监控已经是我们的日常保留节目。现在1个月已经过去，他们的食物已经彻底被吃掉了。他们2个人都没有囤积物资的习惯，冰箱里买的那点菜完全被吃了个干净。
甚至是他们平时看不上的面粉，他们也都和成了面，做成了馒头或者是汤。现在他们两家所有的食物加起来，也就只剩下了一根火腿肠。在绝对的饥饿面前，两人已经没有了你侬我侬的氛围。这些天疯狂的吵架，几乎每天都在吵。毕竟这都过去1个月了，他们饿得连屎都拉不出来了，直接撕破了脸皮。给我，这是我的！臭婊子，去死吧！我没把你做成吃的已经不错了，你居然还想抢我的东西吃！利益不冲突的时候，我前男友倒是对小三儿一口一个宝贝，一口一个老婆的叫得甜蜜无比。但是，一旦利益处于冲突的时候，那就换了一副嘴脸。对方不仅扣了小三的吃食，以女生饭量小要减肥为理由，疯狂地克扣她的食物，甚至是把目光盯向了小三儿身上的血肉。他的道德水平非常的低，在即将饿得山穷水尽的时候，居然把视线盯上了小三儿。那凶恶的目光下，小三儿头皮一阵发麻，连连求饶，表示自己不敢了。然后半夜趁着男人睡觉的时候，他偷偷地溜出房门，趁着没有丧尸，溜到了自己的出租屋里，把房门一锁。等到了白天，我前男友醒来的时候，满屋见不着他的储备粮，顿时就急了。白祖宗，你跑哪里去了？你是不是去隔壁了？你回来！我的前男友没有勇气去面对丧尸，但是他却可以对比他弱的女人而下手。他私下查探了半天，确定楼道里没有丧尸之后，才拿着菜刀疯狂地敲响隔壁的房门。开门！开门！你开门呀！这副癫狂的模样把白苏苏吓得不轻。我们全家把这当成了一出好戏来看。就这样连续堵门了2、3天之后，我前男友越来越疯，甚至尝试撬锁。直到某次他开门之后，脚踩到了一个图钉上，情况就彻底不对了。哇！我才几个小时不见，那混小子怎么变成丧尸了？我爸指着监控，像是错过了什么绝世好戏一样。我妈忍不住发笑，指了指监控里那个紧闭的房门。还能是什么事儿呢？狗咬狗呗。被逼急了，什么事儿干不出来？毕竟那个小三儿既然敢抢别人的男朋友，那他的道德水平能有多高呢？总不能为了一个男人而牺牲自己的血肉吧？所以为了自身的安全，他把那钉子沾了丧尸的血。对啊，活该！那2个人渣就应该这样生生世世的锁死，不值得我操劳太多的心思。我只需要陪伴我的父母，还有这群小猫咪，好好的生活就好了，对吧，丧彪？我揉了揉丧彪的毛，它被晒得暖乎乎的，又柔软又温暖。丧彪也配合着喵了一声，在这样温暖的午后，打了个盹儿，陷入了梦乡。